你呀，终于回家了。工作忙嘛。这一次要不是我请求桂香帮忙，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看到你。其实我一直叫小杨带我来看看他的家，可是他都觉得不好意思，所以到现在才见到你。你看你又黑又瘦，是不是工作很辛苦？我们需要出去巡逻，才要晒到太阳。不过晒黑一点好啊，这样看起来比较健康。说的也是，难得回来一趟，今晚就留在家里吃饭吧。不用了嘛，我待会还约了桂祥去看电影。可以吃了才去嘛，应该来得及的。那我去叫多娜准备晚餐，叫她煮几道你最喜欢吃的菜，你们坐一下。我回房间一下。你不在的时候，我们每天都给你打扫房间，随时等你搬回来住呢。你要不要跟我上去？就让桂香陪我聊聊吧。桂香，这次真麻烦你了。航哥，你不用客气，我只是开张嘴巴叫他回家，也没做什么，反而是赚到了晚餐，应该是我谢你才对。我这个女儿啊，性格有点倔强，难得你可以包容她。她除了喜欢跟我斗嘴，也没怎么样。她就是跟我们斗了气，跑去当警察。其实她已经喜欢上当警察了，不是为了跟你们斗气才做下去的。我知道，当警察不是不好，只是我的家族生意需要有人接班呐。我真不知道她要任性到什么时候才肯回来帮我。航哥，你手下那么多人才，应该不用怕没有人帮你吧？老实说，我就只有这个女儿，可是她又不是经商的料，将来继承我事业的，肯定就是我女婿。安克，你会不会想得太远了？我看人是不会错的。桂香，我认为你是个可造之才，只要你肯学，我一定把你培养成一个杰出的经商人才。当时劫匪从那个方向来，他站在那里看到之后就追了过去。快追！卡站追着劫匪，就是在这个地方差点被车子撞倒。那辆车子应该是停在这个停车场。这里不是住宅区，当时是早上7点30分。如果你那么早来到这里，你会有什么目的？会去哪里？请问昨天早上从7点到7点半之间，有没有住客离开？没有留意，应该有吧？我需要从前天入住到昨天离开所有住客的名单。好的，你等等。谢谢。那天所有的住客名单里都没有你哥的名字。他要保密身份，当然不会用自己的名字。从前天下午3点到昨天早上12点退房的住客中，有2个是以公司的名义订房，没有署名，但也不是你哥的公司。他要用别的公司的名义来订房，自然有他的办法。我们要查出这2间公司跟他有什么关系。你这么锲而不舍，根本就是认定你哥在隐瞒真相。除非我完全找不到证据，否则我不会放弃的。
你还是关心你哥的，对不对？你为这么急又忍不住发脾气，不是因为你要对付你哥，而是你害怕他可能会犯罪，对吗？自作聪明。明明还是有兄弟情，却搞到两个人好像仇人一样。你们一人让一步不就行了？再说事情都过这么久了，你还寄来干嘛？你说够没有啊？还没。两个大男人这么死爱面子，的确是有其兄必有其弟。你不要拿我来跟他对比，我不会为了钱而出卖人格。林小姐，你们是来找我的？不是，碰巧遇到，刚下班了。今天是星期天，你也得上班，又需要加班啦。最近公司比较忙，你听着音乐也能听到我说话，可以给我看一下吗？我前天看过你的音乐播放器，你当时设定了音乐播放的音量，跟现在一样。请问从前天到现在，你有改变过这个装置吗？没有。案发当天，你一边工作一边听音乐，所以没有察觉到有人进入办公室。可是这里的环境比办公室嘈杂多，为什么刚才我们这么小声叫你，你还是听得见呢？林小姐，请你说出实话。那天发生的事，我都告诉你们了。你当时有没有看到疑犯的样子？如果你故意隐瞒关于疑犯的事情，警方可以起诉你知情不报。我没有跟他串通，我真的不认识他的。林小姐，你现在的情况对你很不利。如果你要洗脱嫌疑，我劝你还是合作一点。我的确看到他的样子。要不然我干掉你！他把我手脚都绑起来，他告诉我，只要我跟他合作，他就不会伤害我。我那时真的很担心他会伤害我，所以就听他的话，没有再反抗了。你乖乖坐在这里，不要吵，不要乱动。我答应不会对你怎样。那为什么当我们问你的时候，你要帮他隐瞒？因为他威胁我。林慧仪，现在我知道你是谁，住在哪里。如果你敢告诉警察说认得我的样子，我一定会找你报仇的。我担心他会找我报仇，所以我才不敢说出真相的。我不是有意要隐瞒的。后来他让你上洗手间，还帮你发 SMS 向你的同事求救，这些都是真的，是真的，我没隐瞒什么了。你知道刚才我们在看到你的时候，为什么会怀疑你吗？
因为在正常的情况下，当一个人遇到这样的情形，通常是不敢单独留在公司工作的，至少短期内不会。可是你却在事发后隔了1天，又独自回去上班，一点害怕的情绪也没有。在整件事情当中，你不曾受到恐吓，也没有受到威胁。林小姐，你还没有说出实话。疑犯是不是你的朋友？你是不是跟他串通，一起盗取公司的财物？事情不是这样的，我就是第一次见到他的，是真的。你还是说出实话吧。我知道不应该这么做，都怪我当时一时没有想清楚。疑犯是不是你的朋友？你是不是跟他串通，一起盗取公司的财物？事情不是这样的，我就是第一次见到他的，是真的。你还是说出实话吧。都怪我当时一时没有想清楚。好了没有啊？要好了。根本没有想到会碰到人，真倒霉。我通宵赶工还碰到这种事，我比你更倒霉呀！你那么拼命做工，能赚多少钱？还不是得做。好啦，看你那么可怜，等我把东西卖了，分点钱给你，算是咽口费啊。我有你的地址，我会把钱丢进你的信箱。你说的是真的啊？骗你做什么？不过你要说话算话，不能跟警察说你认得我。好，我答应你。为了不让警察怀疑，我要再绑住你。其实他对我并不是很凶，他甚至比我更紧张、更害怕。我决定帮他，是因为我觉得他不是坏人啊。所以你不是怕他找你报仇，而是为了那笔钱才决定替他隐瞒的。我不是个贪钱的人。那到底是什么原因？我是真的觉得他不是坏人，所以我才会帮他的。你真的没有在隐瞒任何事情？真的没有了。他寄钱给你了吗？他答应我会在1个星期内把钱交给我的。你真的相信他会这么做吗？我没有期望，可是我相信他会的。疑犯有没有向你透露他的身份？他说他叫阿强。我们需要你描述疑犯的样子，做一个拼图。如果他真的被抓，他是不是会坐牢啊？我们的责任是调查和收集证据，呈上法庭。至于他会不会坐牢，这将交由法官来判决。我只是问问而已啊。林小姐，我希望你不要为了帮他，故意混淆我们。这样的话，会加重你的罪行。我已经把所有的真相都说出来了，我没有必要再说谎了。是真的。从林慧仪提供的疑犯脸部拼图，我们到目前为止只知道疑犯叫做阿强，25到35岁之间，身高1.6米，身形瘦小。他的脸部特征是左眼角有一道伤疤。跟我之前的猜测一样，他所受的教育水平不高，属于草根阶层。疑犯一定会通过某些管道把所偷窃的东西拿出来变卖，大家就从这方面着手查出他的身份。疑犯专门盗取电脑、电子物件和贵重的文具。我们应该先从专门销售2手电脑、电子物件的商家进行调查。据林慧仪说，疑犯心地善良，从他的行为可以看出，他的确没有杀伤力。我认为他应该不会去抢劫老人。
我们暂时先把这2宗案件分开调查。Ma'am，我们从红帽桥警署那边捎来消息，从昨天傍晚到今天早上，一共发生了6宗入门行窃案。我知道，这6宗案件的犯罪手法很相似，目标全都是老人。疑犯会假扮义工，跟老人家说他们是政府部门派来的，免费的帮老人家换电灯泡。一些老人家信以为真，就让他们进入屋内。他们帮老人家装好灯泡之后，却故意不让灯泡亮起来，让老人家站在梯子上面拖着灯罩，然后他们就行动迅速的搜刮家里各处的财物。等他们搜刮完毕之后，他们就跟老人家说，他们会去拿新的灯泡来换。在这6宗案件里头，有2个以上不同的疑犯在同时干案，所以这一系列专向老人下手的罪案，可能是一组人同时进行的。那宗抢劫老人的案件也是同一帮人干的吗？因为受害者都是老人家，所以不排除这个可能性。心怡，关于那宗抢劫案，你调查过案发现场出现的车主唐耀琛，有些什么线索？唐耀成否认曾经在案发现场出现过，他也有时间证人证明案发当时他正在家里睡觉。大家继续分头进行调查，尽快查出这一系列案件的疑犯身份。Yes, ma'am. 是，如果你没当警察的话，你会做什么工作？你怎么会这么问的？好奇而已。我的父亲是一名警官，从小呢我就听他跟我说当警察的故事，所以脑海里早就根深蒂固想要当警察。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做其他的。你从小的志愿到现在都没改变过？当警察对我来说就好像吃饭睡觉一样，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可以有这么明确的目标，就不用烦了。你有烦恼？没有啦，我只是想起我以前念完中学毕业后，都还不知道自己要做些什么。你呢？如果不当警察，你会做什么？我应该不会做那些朝九晚五的工作吧？叫我整天躲在办公室里工作，还会闷到抽筋。可能会当导游，可以到处飞。不过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当警察比较有趣。那你在警队里面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认识到一群好同事、好伙伴咯。在警队里面，尤其是同一组，大家朝夕相处，的确很容易建立起共患难的感情。最大的损失就是失去一个好朋友、好兄弟。不要动！你要干什么？不要动！你要干什么？你要打架？哎，打不要走！不让我杀了你！是，如果有人给你非常好的条件，你也会坚持留在警队。
今天虽然重要，可是身为一名警员，我可以保护人民、维持治安，对我来说比较有意义。就好像你警帽上的那个警徽，只要把帽子戴上去，就好像在执行一份天职。放手！放手！哎呀！喂！抢我的钱！他抢我的钱了！我的钱了！我的钱！没事吧？没事，没事。Division to Echo 3 Lima Bravo, over. Send, over. Proceed to Toa Payoh Industrial Park. Case of snatch theft, victim is injured. Roger, we are vicinity of Toa Payoh Industrial Park. Male suspect is wearing a green long sleeve shirt with black cap and holding a pouch, over.不要跑！警察，那边有人受伤。没事，没事，真的没事哦。慢慢喝，慢慢喝，没事。航哥，你没事吧？没事没事。要不然我叫救伤车啊？哎，不用不用不用。站住！站住！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我是警察，请问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来这里卖二手电脑？他的名字叫阿强，20多到30岁，大概这么高，头发这么长。应该是他，我见过他2次，不过呢，不是他把电脑卖给我的。他跟谁一起来？据店主说，来卖二手电脑的是一个女人，她叫 Jenna Wong， 本名黄淑芳，35岁左右，工作是专门卖二手电器。由于店主信任他，所以从来没有怀疑过那些二手电脑是贼赃。他和疑犯什么关系啊？店主也不清楚，他只见过疑犯2次。不知道他们的关系，贸然找上门会打草惊蛇。我已经通过店主约了 Jenna， 跟他说我有兴趣买二手电脑，对方也已经答应了。如果你觉得我做得好的话，你可以直接称赞我的。如果你现在都不知道要这么做，你就不及格了。我马上跟 Madam 试图说把你调走，不要再让人跟着我。你放心吧，我不会丢你的脸的。也要谢谢你对我这么高的期望。你年底就被调走了吧？嗯，照正常情况的话，我下一个被调到的职位应该是在邻里警局当 TL。干嘛突然问我这个问题？没什么，忽然想起来。你是不是舍不得我啊？你真的很自以为是啊！我要离开时也会舍不得你的，还有调查组里所有的同事，我到时应该会哭哦。喂，爷爷啊？什么？你被抢劫？爷爷，记忆，你没事
事吧？哎，没事没事，一点小伤而已。你爷爷坚持不去验伤，说一定要等你来再说。谢谢你，爷爷。我看你还是去做检查吧，这样会比较安心的。没事的啦，你不用担心。你爷爷不是这么弱不禁风的，那小钱还打不死我呢。你还嘴硬，人家要钱你就给他嘛，你为什么要逞强？如果他拿刀刺你怎么办？哎，你现在是以孙女的身份跟我说话，还是警察？心怡，交给我吧。哦，我等一下再跟你说。廖先生，你认得劫匪的样子吗？他戴着帽子，脸上还戴着口罩，我认不出他的脸。案发当时，有一名男子帮你把劫匪给赶走了，可是当警察来的时候，他就消失了。到底怎么一回事啊？我不知道嘞，我也觉得奇怪啊。我本想答谢他的，可都来不及呀。你可以形容一下他的样子吗？他大概20-30岁了。大叔，怎么样？没事吧？瘦瘦小小的。那他有没有什么特征啊？哦，对了，他这里好像有个小疤痕啊。是不是他？对，就是他。这个男人叫做阿强，是连环盗窃案的疑犯，已经确定他在案发当时出现过，帮助受害人赶走劫匪。但是我怀疑他不是碰巧出现在这里的，他可能跟窦文龙是一样。没错，大家在这附近搜索一下，留意纸袋、背包、旅行袋之类的东西，里面可能会有这一张。哎，老陈，怎么样？有什么消息吗？你不要去验伤，我就送你回家。不用啦，你要做工的。家里离这里不远，我送你回去了再回来。你送我回去，奶奶知道了，这件事情不是露出马脚了吗？发生这种事，你不要跟奶奶说啊。最好啊，你的口供要跟我一样，到时候出现2个版本，他可是不好欺骗的哦。你为什么要骗奶奶？你知道啦，你奶奶是个紧张大师，她要知道这件事以后啊，那我出门她都要跟，那我什么地方都不可以去了。你又没有做错事，你为什么怕她知道？哎，谁比较疼你啊？说。好啦，就帮你一次了。那我先走了啊。哎，不用了，我自己会走的。不要啰嗦。好了，你回去工作吧，我自己回去啊。那你搭德士啊，不要搭巴士啊。哎呀，这么近，搭什么德士？走路可以了。放心吧，他没事的。现在什么情况？我怀疑这个阿强经常在这一带出没。现在国防他们已经分散在附近搜索。Ma'am， 你有没有发现桂祥最近老是一副精神恍惚的样子？可能是文雄的死，还有那起开枪案，让他心里留下阴影吧。前一阵子我也经常做噩梦，不过经过几次我们警队心理学家之后，我的心情就平复多了。我也一样。文雄刚去世的那段日子，我非常自责。要不是因为我，他也不会去世。是他们不断的鼓励我，我才能慢慢的减轻心理的压力。其实不止我们 ，CORTL 心里也不好过的，只是他们没有在我们面前表露出来而已。对了。桂祥子去了一次心理辅导之后，就再也没去了。我看你应该劝他再去找心理学家谈一谈，或许能减轻心理的压力。我会的。
上去查一查这家公司负责人的联系号码。 Yes sir。今天是公定假期，公司可能没人上班。疑犯每一次偷窃，多数是选择在公共假日或者是周末进行偷窃，而且时间都是介乎于凌晨3点到6点之间，因为这段时间人们是最松懈的。疑犯可能偷了东西，把贼赃藏在这里。他不马上取走，是为了不想引人注目。过了一段时间后，他再回来分批把贼赃取走。可是正当他回来想把贼赃取走时，正好遇见附近发生了抢劫案。这里离案发现场相隔不远。疑犯不忍心爷爷被打，居然仗义出来把劫匪赶走。他冒着被拆穿身份的危险，这么行侠仗义的窃贼还真少见。这的确像是阿强一贯的作风。我们应该是遇上了一个妙贼。 Sir， 已经联络上这家公司的负责人，他正在赶过来的途中。浩兄、丽梅，你们留在现场跟进这个案件，我们2个还要赶去下个地方。 Yes sir。我约了全来得赶去赴约了。我让阿杜跟你一起去吧。你不跟我一起去啊？我刚才收到一个讯息，是关于连环抢劫案的线索。我们分头行事吧。什么线索？我回警局再跟你解释。 追了疑犯好一段距离后，他拿刀攻击我。当时，我突然想起对沈伟忠开枪的情景。Sorry sir， 是我让疑犯逃走的，我应该负责。桂祥。 你不是故意让疑犯逃走的，你不应该太过自责。国峰说的没错，而且我们一定会抓到他的，你也别过于耿耿于怀。肯定是我的问题，对不起，我失职了。文雄不幸殉职，对你心里造成了很大的创伤，只是你一直都没察觉。 所以，当你遇到类似的情况时，就会挑起内心的恐惧感。自从文雄离开我们之后，你一直不想提起这件事，很明显的你是在逃避。我建议你拿几天的假期回家好好休息。我不是安排你去心理辅导吗？你为什么没去？我去了1次，后来临时有事，就没有再去了。 国煌，另外帮桂祥安排时间。我看不用了，Sir，没有这么严重吧？桂祥，接受心理辅导可以帮你加强心理建设，帮助你更坚强的面对未来。相信我，我是过来人。难得奉旨放假，你应该开心才对。你到底怎么了？告诉我好不好？文雄为了工作，连命都没了，最后也不过是让你风光了一点。人都死了。 做这些有什么意义？你到底想说什么？刚才我面对那个劫匪时，我突然想到，为什么我要这么拼命？如果被他杀了，值得吗？当警察还不是为了打一份工？需要连命都不要吗？这真的是你的想法吗？ 我没有那么伟大，我不像文雄那样，渴望当什么英雄。我知道你现在心情很糟，可是等你冷静了以后，你就不会这么想了。
我想得很清楚了，不要当警察了，你回去工作吧。Abdul, Yes, ma'am. you stay guard here. The suspect might come at any time. Sure, ma'am. 找谁啊？你是 Jenna 吗？我是 Mr. 丹介绍来买二手电脑的。哦，廖小姐，进来进来。这3台手提电脑都挺新的，只被用过1-2个月而已。我做生意是很公道的，不然 Mr. 丹也不会介绍你来。我在等我的男朋友 SMS 我，他一说 OK 我就马上付钱给你。不好意思，让你等一下。没关系。你卖的东西还真不少啊！你是从哪里拿货的？我到处去跟人家收二手货啊。你自己一个人做这些工作啊？对啊。我听 Mr. 丹说你好像有个合作伙伴，他叫阿强是吗？我不认识什么阿强的，我看 Mr. 丹记错了。可能吧。我进去拿点东西，你先坐一下啊。你是不是要去通知阿强，叫要不要回来？阿强就住在这里吧。你到底是谁？我是东林警署的调查员廖心怡。我们怀疑你这些二手货都是贼赃。什么贼赃？我根本没有偷东西啊！请你跟我合作，告诉我阿强在哪里。我不知道。没关系，我们可以在这里等他回来。The customer you're calling is currently unavailable. The customer you're calling currently unavailable. The customer you're calling. 你利用你朋友公司的名义，在酒店开了一间房。过后你离开酒店，刚好出现在案发现场。我根本没订过酒店房。你最好想清楚才回答我。唐警官，你应该很清楚，你是不能来调查我的。我现在不是以警官的身份来见你。那是什么身份？我弟弟啊！如果你还当我是你哥哥，就不要随便来诬赖我。我有没有诬赖你？你心里面清楚。既然你不是为公事而来，那我也没必要跟你说那么多了。我没时间应酬你，请你离开。我真的太天真了，以为你会主动跟我说出真相。你以为你逃得过吗？酒店电梯的闭路电视显示，你先后2次出现过。第一次是在10月23号晚上8点15分，第2次是在10月24号早上的7点20分。就算你能证明我在酒店出现过，也不代表什么。你为什么要隐瞒真相？你到底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有权不回答你。酒店电梯的闭路电视还有记录，一名女子先后2次在你离开电梯之后出现。你们在酒店过夜吗？这名女子叫谢玉玲，45岁，集团行政总裁，你的顶头上司。不需要我亲自向她求证这件事。他
他除了喜欢上赌船，还会去哪里？我不知道，我真的跟他不是很熟，我只是看他可怜，才让他住在这里的。我说的是真的，你一定要相信我。我不管你跟你上司有什么私情，我现在主要想问你，你在案发当时有没有看到劫匪的样子？没有，我没看到。好，那看来我要亲自去问谢玉玲。他刚好也在案发现场附近出现，他可能可以提供有用的线索。等等，我的确有看到劫匪，也认得他的样子。你认得他？我可以提供线索给你，不过你必须帮我隐瞒过夜的事。这不合规矩。只要你不说，就没有人会知道这件事。你只要抓劫匪而已嘛。我现在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啊！对不起，你现在不能跟我谈条件，你只能选择跟我合作。玉玲是有丈夫和孩子的，你为了破案，忍心破坏别人的家庭幸福吗？你这么关心他，那你又跟他搞婚外情？该负责任的人是你。我不能让这段关系曝光的，这样会摧毁我所建立的事业啊！你知道这些劫匪干了多少宗案件？他们一天不落网，一天对无辜的老人受到伤害。你的前程有多重要？值得牺牲别人的安危来捍卫吗？你也是当过警察的，你应该了解，纸是包不住火。如果你不主动跟我们说出真相，你就会被控作假口供。我奉劝你，快点跟警方合作，说出真相。